我知道你们公司的股东是 QE 集团，对吧？是。我这次来是谈收购的。收购。刚刚白总你也说了，我们公司的股权呢非常的复杂，可能收购。但是没关系，白总，我们可以聊别的合作呀。我不是想收购你们的主播公司啊，我是想购买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款防弹咖啡。哦，明白。我们现在的这款防弹咖啡呢，确实是卖得非常的好。最近几天都在忙这事儿，有特别多的品牌来谈一些接洽的合作。好。但是白总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这事儿可能我做不了主，因为这款咖啡的专利不在我们公司手上。我知道。是在一个叫思雨的博主，在他手上，网名元宝。对，就是元宝。哎呀，这款咖啡可是我们家元宝的独家配方啊。那就请钱总帮我引荐一下，好吗？没问题，这事儿交给我。哎呀，然然，哎，这个牌子我好像没有听说过。哎呀，这个牌子啊，它是一个买手店，哦，它里边所有的牌子都混合在一起卖的。是这么大的牌子都在一起呀？对，都有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包包太漂亮了。您看看，哎呦，真是不得了啊，厉害。您看看，哎，你们这儿所有的名牌都有吗？基本上全都有。真不错。这个颜色呀，是我最喜欢的。是吗？是啊。适合您，您看。哎呀，您还有啊，今年好像特别流行这些金属配件啊。哎呦，这个包包你们也有啊？这个是今年的新款，而且是限量版。哎，您太识货了，特别难买这个。这是鳄鱼皮，对，这种简约的，最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了。哎，不要，我的包包够多的了，够多的了。啊，真的是漂亮。哎呀，阿姨还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啊，我就是看看，我有这些都包给您，阿姨。啊，不开玩笑，不要。你不是一直觉得一边做博主一边兼顾咖啡的生意特别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脱手的好机会终于来了。是有人要收购我的咖啡吗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还不是别人，是花路咖啡的老板。反正我想一下，这是稳赚不赔。白总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元宝。元宝呢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、很棒的直播博主，也是防弹咖啡的创始者。哎，你打个招呼啊！花路集团的老板白总。啊。什么呀？小心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然然，QE 这么大的商场，就是你的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爸跟我几个叔叔的，跟我关系不大。哎呀，那你也会有一份的，毕竟是家族产物。那倒是。哎呀，真好啊！哎，我这一路过来看啊，很多商家里面有很多大牌子啊。对。不晓得你跟这些企业的高管都熟不熟？基本上都认识，都能说上话。好，你有事，阿姨？嗨，也没什么大事。我就是在想，如果你跟他们熟的话，在洋洋商务方面呀，我们能做一点开发。明白。哎呀，你也知道，这个欧阳是洋洋的经纪人，在洋洋事业方面呢，我真的帮不上忙。但是作为母亲啊，我特别想尽点自己的绵薄之力，在其他领域帮一帮他。对，明白，理解。
真的不拿你当外人啊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万一有一天，洋洋跟欧阳闹翻了，欧阳耍大牌离开洋洋了，那我跟洋洋不就束手无策了？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。理解阿姨，我非常理解。您相信欧阳，他不至于，欧阳不会那样的。还有啊，阿姨，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，您一句话，我全力以赴，真的。谢谢，放心吧。那个，您刚刚提到商务的事儿啊，眼下我觉得有一个好机会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阿姨，咱国内有个品牌叫波波罗，啊，他们的整个设计团队现在用的都是意大利的团队，所以这个衣服品质什么的都没问题。而且他们的主要受众群呢都是这个年轻的女孩，我觉得跟洋洋也是挺搭的啊。他们的这个老板又非常喜欢洋洋，想叫洋洋做他们代言，跟我提好几次了，给他条件非常好啊。然后我跟欧阳提过一回，欧阳呢可能是觉得这个品牌比较小，就给拒绝了。有这样的事啊？欧阳只字未提过呀，我们根本不知情。欧阳可能是真的觉得品牌太小，没必要提吧。哎呀，你说，不管怎么说，作为经纪人，你也应该跟我们知会一声吧？啊，那倒是。真是的。哎，那你既然跟他们企业熟，现在有没有可能起死回生啊？现在我真就不知道，不敢保证，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追洋洋追得非常紧，但是洋洋这边一直不给回复，那人家也就不好一直追嘛。但是阿姨啊，如果洋洋这边有兴趣，我跟他们老板熟，我愿意主动去跟人垫句话，我觉得这个事儿问题不是很大。有兴趣，有兴趣。哎，洋洋的主啊，我可以做，但是这个品牌什么波波罗品牌的公关，你去做。行，我没问题，阿姨，我愿意帮你这事儿。好。那有一个事儿我跟您说一下，如果后面那个陈朗啊，再来找您说洋洋的事，你就告诉他，你说洋洋代言的事交给我断然了啊，要么我怕出血，这是聊差了。明白。那一言为定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那我就放心了，阿姨啊。好极了。对了，阿姨，哎呀，这些东西一会儿我都叫人帮你拎车上去。啊？这么多东西都是送给我的？您来我们家商场，那我的荣幸。哎呀，不可以，无功受禄哎！哎呀，不行，太多了，不要。阿姨，您来这儿以后必须是 VVIP 待遇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那就谢谢了啊！别客气了，阿姨。来，我们以咖啡代酒。好，来，再次感谢啊！谢谢阿姨。哎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元宝身上没有什么大小姐的明显特征，看不出来也正常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这么多年了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她是个叛逆少女呢？她做我们家那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吧，她顶多就是个普通的乖乖女。元宝长那么可爱，不说像是千金小姐吧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落难少女吧？也不是离家出走吧，顶多就是跟家里吵架搬出来住了嘛。哎，你看，他跟他爸，这父女俩，这种氛围，这种剑拔弩张的感觉，我觉得肯定有什么故事。自己家的墙角挖起来很顺手是吧？不是爸，卖我的专利咖啡，还请明星代言。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那个咖啡是我的研发，我的专利，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。你的劳动成果，不是你在我这儿实习的时候做出来的？哎，骗我说做毕业设计，实习了不到2个礼拜就跑了啊，就跑到这儿做网红来了。哎呀，我不是做网红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研究了一下，
我觉得这个直播吧特别有前景，能够第一时间呢把用户体验呈现给大家，特别适合我的咖啡。你的咖啡？白思雨，你别忘了，只要我一纸诉状，我就能把你还有这个直播公司告到法庭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敢瞪我？你告我吧，你把你女儿亲手送到监狱去吧。哎你，怪不得元宝当时那么快搞定了商标注册、量产这些事儿。原来花露咖啡是他们家的。哦，那他爸来干嘛呀？从小你就让我按你的规划走。我都说了我不想去公司，你还让我学这个学那个，学经营学管理。我也有自己的梦想，好不好？天天被你管着。反正我现在这样，就是在无声的抗议。无声？你这动静闹得还小吗？那我不就是想做个爆款出来给你看看吗？谁让你天天把我当小孩？那就说说你的事业规划吧。不会是来抓他回去继承家产吧？啊！别呀！我特别喜欢看元宝吃播，而且他粉丝涨得挺快的。那我们仨也别瞎猜了。等元宝一会儿出来了，我们问问他。你俩就吃水果啊？那个，你不是不吃吗？怎么还点2份呀？那元宝说我们公司附近就这家外卖好吃，那他肯定好吃。这份儿留给他吃。那这一会儿元宝要是出来跟他爸走了，你这外卖还不白买了？为什么要白买啊？他不吃，我吃。我带回家加热当晚餐。西西，你真是我见过最节省的 CEO。这是好习惯。反正我真希望元宝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关。有钱人家的小孩不太好当。瞧你说的，你这吃2次加热外卖的穷人家女儿就好当啦？你打住啊！我这女儿怎么不好当啊？反正啊，这些年我就过着好像没有爸爸的日子。他也没有尽到他当爹的义务，也没给我机会尽我当女儿的义务呀，都省心省账。西西，我都不知道你亲生父亲还在世啊。他呀，他死着活着对我来说没有区别。我更愿意孝敬段然他爸妈。我看是想孝敬公公婆婆吧。啥呀？哎，他们俩出来了。我说出来就出来。白叔叔，白叔叔，这就要走了吗？占用了钱总办公室这么久，打搅了啊？没有，我欢迎您占用我的办公室。您下次可以再来公司呀，这样你可以看到元宝，我也可以再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。你们还年轻，还能再闯一闯，说不定就能闯出个什么名堂来。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他吧。元宝他呀自己就很优秀，还有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照顾他的。好，走了。白叔叔，欢迎再来公司啊！元宝，我给你订了你最爱吃的外卖。西西，对不起啊。
那个防弹咖啡的名字还有配方，都是我在花路实习的时候注册的，算是花路的专利。没事儿，花路都是你们家的，我们重新签个合同，没事。哎呀，我爸说不行，他说一定要让我长个教训，他说以后让我做事啊，考虑考虑好再做。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了呗。这也给我们了一个教训。以后谈品牌之前一定要调查清楚。你听见没？没事啊，元宝。咖啡卖不了，咱们以后还可以卖别的，只要你还在公司就行。我跟我爸说了，我俩已经商量好了。我呢就继续留在公司做直播，然后好好摸透一下这个电商这块。摸透一下，摸透一下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花路啊？自己跑出来？我跟我爸想法差太多了，蛋总应该能理解吧？就是他们那个年纪喜欢做事的方式就是古板，但是我呢想做的是适合年轻人的产品，还有营销方案。在家待着太累了，所以我就还不如出来单干了，多轻松啊，对吧？没看出来呀，咱俩是同道中人呐。啊，我们都是一群为了梦想追逐的年轻人。为了自己的梦想，我们拒绝平庸，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。我们有坚韧不拔的品质，为自己打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，多不容易啊！太不容易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对啊，你摸一下，你知道后脖梗疼吗？我脖子疼啥？你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头不重吗？我哪句说的不是实话？我告诉你，有个好事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你说呀。元宝，啊，咖啡没了不重要，咖啡走了，波波罗来了，正好我们回归主业，对不对？你把蒋哲阳拿下了？准确的说，我是把蒋志阳他妈拿下了。这事儿我觉得，再过个2、3天，合同就拿回来了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啊。等一下，段总，你刚才说的是蒋哲阳吗？蒋哲阳啊。长健，呼吸呼吸，别又激动了啊！等一下，你说的是你把蒋志阳的妈妈拿下来了？嗯。天哪，西西，你们两个这个小学情谊果然不一般，很铁嘛，你们。别高兴，别高兴，别激动。哎，你那个前2天搞那什么，老同学喝咖啡，差点被人告了。这次是我的私人关系啊！对，私人关系啊！元宝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私人关系？什么？段总的异国恋情关系。哦，那叫异国前女友。听见没？异国前女友。前女友啊？在我为了梦想拼搏、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我的前女友义无反顾站出来给我牵线搭桥啊！你说我给蒋志阳他妈当个忘年交，我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太不容易了。特别棒。行了，可以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回去住啊？哎，我爸说了，他说你可以在公司上班，但是你必须要回家住，每天看到你我很安心。那你不怕他这次在干预你？我跟他商量好了，他说只要我回家住，就让我按自己的生活节奏走。哎，我突然觉得你和段然特别像。家庭条件都很好，自己也很优秀，就是明明可以选择很舒服的那种生活方式，但偏偏和自己过不去，非要选择不容易的。
哎，西西，你真的觉得按照标准人生规划那种什么出国学个工商管理，然后回来继承家业，真的很轻松吗？其实我早就想过了，我呢有自己的梦想，也有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现在我能做的呢，就是要把这两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。所以你就学习食品工程，自己掌握技术，研发产品，去发展不同的销售渠道。对啊，这样呢，在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呢，对我们这家公司也有好处呀。哎，我觉得段然他肯定也是这么想的，就是他平时嘴硬不承认。嘿，你别说段然了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我，有吗？有。你好，我是搬家公司的。哎呦，来，终于来了！我没喊搬家公司呀，我叫的呀。你们仨啊，把这些箱子还有行李箱打包好的东西都搬下去吧。进来吧。一会儿上来记得搬这个箱子啊。西姐，你怎么连柜子都搬走了呀？我想把这屋子里用不着的东西清理一下。为什么要清理啊？元宝，从我妈去世以后，我就一直被接到段然家，一住就是10几年。那我现在长大了，也挣钱了，有自己的工作了，我这么一直住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吧？所以你是准备重新装修搬回来住啊？也没想好呢。行。元宝，你过来。你看这画。哎。我妈当时小时候骗我。她说有一天我只要长到了54啊，长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爸就会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我跟段然就开始比着长个儿。哎呀，晨曦，你怎么长到1.25米就不长个儿了？谁说的？我现在每天喝牛奶都快喝吐了，早晚赶上你，你别臭美。我都1.37米了，你追不上我。爱信不信，反正我肯定还会长，到时候我爸爸就回来了。哼。西姐，那你爸去哪了呀？这是我妈妈，那是我。这个呢？哇！就这个，全掉柜子后面来了，怪不得我一直找不着它。口香糖怎么了吗？对啊，这就是那种普通的口香糖嘛。这个好不好玩？这个，我还没玩过。玩过，这个不就是小时候那个吓人那个吗？我还拿它吓过别人呢。不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口香糖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恶作剧。就这个，这只小蟑螂，它记录了段然被我欺负的屈辱童年。段然？段然被你欺负？一会儿吃完饭，咱俩就出来，到外面地里去抓虫子。咦，必须直接抓在手里。段然，你真恶心！明知道我怕虫子，还比这个。我这是在帮你克服害怕昆虫的恐惧。那我请你吃口香糖行不行？这还差不多。最后一块了，请你吃。居然不是他欺负你，是你欺负他。他那个人吧，是经常欺负我，得有他失手被我虐的时候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美女。哟，蛋总又来了。吴总在吗？请问您有预约吗？哎呀，今天有个好事要告诉他，必须马上跟他说。江之阳知道吗？蒋晨阳知道啊，他本人超级好看的。你等着，马上让你见他。您是说下一季代言的事情吗？您可能不知道，咱们吴总已经签约牛俊峰啦。谁？牛俊峰呀，昨天我已经见过他本人了，超级好看，跟出镜一样。哎，
段总，您没有预约呀？做人有没有点底线？当然了，做人应该有礼貌，不是吗？吴总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样是不是应该叫保安了？段总领导，稍安勿躁，先听我解释。你坐下来，你给我解释，你怎么解释？啊？我们是不是说好前讲这样？你现在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一开始我们找过他，但被他拒绝了。我们董事会又再次会议，觉得蒋正阳确实太国际范儿了，我们又是个国货，所以还是得找一个接地气儿的人做代言人比较合适。你这是耍我，你知道吗？可不就是耍你呗？你整天跟我守着蒋太打障眼法，背地里你给吴总介绍背的明星啊？你行啊？小段总，反应不算慢，但是事后诸葛亮的功夫你是这个，怎么办呢？木已成舟了，你还是回家当小奶狗吧，养狗崽子才是你正业。你连当狗崽子的资格都没有。随便吧，不像你啊，当狗还要争取资格。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跟吴总还要谈一下牛俊峰的合作细节，是不是啊，吴总？哎，行，你们聊啊，你们聊。怎么样，波波罗那边顺利吗？顺利，人家不到1个礼拜就把牛俊峰签了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牛俊峰，蒋正阳呢？蒋正阳白搞了。我谈蒋这样的事儿，我谁都没敢说，我就怕走漏风声，啊！陈朗，去找吴总问，又摆我一道。这哥们儿，今天你断我电，明天你抢我代言，他是不是亡我之心不死啊？那么多努力都白费了。别提了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不说话了，我闭嘴。来，接下火。钱我花那么多，关系刚搭上，我怎么跟西西交代啊？混蛋！就是。钱总，刚刚是在说我吗？没有啊，一听炸了。于是，那个网络祭祀公司租金的尾款到账了吗？
到了，今天刚刚到。我还逼着他们多交了1个月的水电费。你呢？波波的事儿你闹得怎么样了？聊挺好的，胜利在望了已经，眼看着的事儿了。行啊你，真的。真的。完美。现在吧，公司咖啡一停又开始吃紧了，这批波波罗的裙装也卖得差不多了。那你这回要是能把它们全部系列拿回来，哇，那我们下半年就可以翻身了。行啊，然哥。干什么呢？放心吧，啊，我觉得办，放心了，放心吧。这么凶啊，春竹。试身之后有大大的奖励哦。好嘞，大大的那种啊。我当初跟你说过没有？不要把话说那么满，那么满。你不听，你现在怎么办？别马后炮了，行吗？行，我闭嘴，我不说话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马后炮，我是马前炮。我是不是当初说过？你当初是不是没在意听？行了，我不说话了，我闭嘴。马后炮。这什么邀请函？啊，不就那个什么完美蓝的中秋赏月邀请函吗？说是还要追思一下他们的老穆总，你不是没时间去吗？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啊？完美蓝啊！啊？他要找代言人啊！嗯？这事成了。走啊！哦。在办公室吗？你现在把完美蓝的资料包发给我，立刻。完美蓝？那吴忠全根本就不靠谱，而且他们只有服装线。完美蓝的产品线更多，我们找他们合作。我跟小穆总也熟，啊。段然，你刚刚说别人不靠谱，你能不能靠谱点啊？哎，现在公司就等着波波罗的合同呢，你跟我说要换完美蓝。不是都谈好了吗？怎么又突然换了呢？那你说你要换完美蓝，那什么时候才能谈下来？哎，你别操那么多心了，我现在跟于是去找小穆总，剩下的你就甭管了，我来弄。哎，喂，什么情况啊？嗯，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啊。愿完美蓝再次扬帆起航，以为家父在天之灵。谢谢。讲完了，讲完了。我去聊一聊。小穆总，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刚才讲的真不错，你讲的那段话，让我感慨万千。现在，哎，其实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，都是我爸带着这些全体员工一起过中秋薄饼。希望咱们今天的一切，我爸在天上也能看到吧。哎呀，大家都这么思念老人家，他一定能看到。其实，这些员工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中秋薄饼，根本不知道我的心愿。哎呀，你这么用心，你爸肯定很欣慰啊，兄弟。谢谢。不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你就说。啊。我这刚才突然觉得今天特别适合讲这个事儿。你看，当时
老穆总在的时候，咱也当着老穆总的面把咱们合作的事说定了。稍后把合同给你了，不是吗？然后回来等，我发现你一直没回信儿，我寻问问你，咱们合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赶紧把项目推进啊！波波罗他们已经进军线上，完美来这上面别落下。而且我还有好消息，我手里现在有蒋哲阳这样的明星资源，咱们合作了，蒋哲阳直接就是你们完美蓝代言人。你上次跟我爸聊的我都听见了，我觉得你描述的前景听起来挺美好的，但是吧，它不适合完美蓝。你想啊，我们这么多年跟波波罗对抗，我们一直在受到他们打压，而且这些年以来，我父亲致力于研究各种各样的数据和版型，最终才制作了一套适合女性穿着舒适又好看的衣服。但是你说那波波罗呢？他们20多年以来只知道在广告上砸钱，对，他们没有人真正在质量产品上下功夫。你跟我说他们进军线上，那是他们的选择，跟我无关，我们不会盲目跟风。我是觉得，只有产品的质量好，才是最好的广告。所以说你说的那个什么蒋哲阳，我觉得也不需要吧。你说这个质量好，这肯定是对的，对。但是小穆总，时代变了，对吧？现在是什么时代？网红经济，对吧？社群经济，对。我们要把这些好的东西直接推到那些最需要他们人面前。段然，我把你当好朋友，我今天才邀请你们过来。你看看今天这场合，你觉着你们跟我聊这个合适吗？这样，我这儿还有好多朋友呢，我是真的没时间也没精力跟你聊这些。理解。往后玩，你先忙，好好赏月。好。蒋哲阳他懂了用，蒋哲阳啊，我觉得他怕是有点什么别的心思。等你半天干嘛去了？哎，来一朋友，帮我把蒋哲阳磕下来。来，干杯！走吧。你要走啊？那个，我刚才我又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你做品质这是对的，没问题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签流量明星跟做品质不冲突。为什么？你要做品质，要别人知道吗？你怎么靠别人知道？你不能靠等口碑发酵，太慢了。流量明星是现在最好的选择，对吧？我们直接把他的粉丝变现，这就是粉丝经济的玩法，你懂吗？我还怎么干我都想好了，直接让蒋哲阳跟我们的博主互动直播，没人这么干过。第一份咱们干的，就是我们拿大头，懂吗？我们拿到主动权，其他什么都好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一想，你给我个答复，啊？段然，咱们今天先这样吧，改天聊。
不是，我老是碰不到你。听我今天把话讲完，你给我个几分钟，咱们把这个事做成之后，我帮你打保票，我提前1个月帮你完成今年业绩，我给你签在合同里，怎么样？咱走吧。默默，回头聊，兄弟。默默，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，真是拖不起来。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那个默默，我是真想帮你，但是你也帮我一把。我是刚创业，这个机会对我非常重要。但是你相信我，就算我刚创业，我做的事儿绝对是为了完美蓝好，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咱们从小长到大，我的人凭你相信，你认可我吧？你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合作一回。你感受一下，有什么问题以后你不认我这兄弟没问题。这次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你相信我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策划一定中，行吗？这样，你能确定蒋哲阳能当我们完美蓝的代言人吗？我已经完完全全把他磕下来了，你一句话马上就来。哎，对，你之前给我发那合同我看了，说你要占20%的利润是吗？对对对。我只能给你10%。你要觉得可以的话，咱们回头再重新签，包括最新的美妆，全给你们做。没问题，有钱大家赚，钱给兄弟我断然无怨无悔，好吧？说定了，兄弟，行了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默默。走吧。谢了默默，拜拜啊。咱们永远也不站车前了。